上他第一欣赏的是我的内在，彩礼1000万。今天啊，中国的单身人口已经接近3亿了，越来越多的人恐婚厌婚。有的人说这是男的觉醒了，有的人说这是女的解放了。他们俩都觉得自己看穿了婚姻这个骗局，你指责我是压迫者，我指责你在剥削我，大家斗来斗去成了最后一代。其实呢，他们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源。在我们这个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里，是谁垄断了社会的大部分资源？是谁掌握了中国人从出生到死亡的一切事物？谈论中国的任何社会问题，如果不涉及到党，永远只能是隔靴搔痒。所以啊，本台就要用一个系列节目直面这个房间里的大象：党的性专营是怎么让中国人断子绝孙的？我们将会分几期节目探讨性专营的历史、意识形态还有司法。这一期呢，先从当下中国政府的婚姻财政说起。为什么当下政府推行的政策不但不能解决性别对立，还压制了社会的自我修复能力，激化了矛盾？这几年啊，结婚率越来越低了，连胡锡进都说性萧条已经是当下中国经济的一大威胁。有人说这是因为中国人都躺平了，性冷淡，不想结婚，城市化的地方不都是这样吗？但实际上，爱依然是一种稀缺的商品。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男人，很愿意为了哪怕是爱的幻觉，向各路骗子啊、性工作者啊报金币，因为他们缺的不只是性，而且是爱。比如说呢，38岁的女装大佬南京阿红能吸引这么多颜值身材都在线的回头客，并不是因为她便宜，只要送点水果、粮油就可以春宵一刻，她提供的情绪价值才是重点。阿红很温柔、很体贴、很关注用户需求，比如一个客户两手空空的到来，没有带礼物，他都没有责难，反而学了个礼，高情商的化解了尴尬。这样的宝藏女孩确实让大量性压抑的国男不得不爱。而如果你懂得将爱的感觉和意识形态一起捆绑销售，那你更加是掌握了财富密码。去年啊，广州的一位性工作者池田，他在几个月内吸了10几万粉丝，2000人民币1小时的服务都供不应求啊。原因是他迎合了现在中国青年男性最流行的左翼叙事。五一小长假是属于我们工农阶级，我们工农阶级必须要一切。他的客人不但给他大量送额外的礼物，还写了无数回忆和他约会的纯爱文学。他宣称自己从未背弃“我是人民的母狗”这一誓言。为什么这些中国男人宁愿从骗子和性工作者那里寻求浪漫和认可，也不愿意结婚呢？原因是这些服务比结婚性价比高多了。最近啊，有个词被政府全平台封杀，那就是立功梭哈理论。它形容一些中国男人因为相信人生就是要赚钱、结婚、生子，所以拼命赚钱，甚至把全部的积蓄、家庭资源啊、未来收入啊，梭哈一样的砸进婚姻的支出，比如说彩礼、房车之类的。最终他们却赔了夫人又折兵。立功梭哈理论鼓励广大男性应该取悦自己，不要把结婚生子这些当做人生的唯一目标。为什么政府对这个思想如此恐惧呢？因为深究下去啊，就会触及到政府治理社会的真相。婚姻财政。中国自秦以来，作为中央集权的帝国，有垄断暴利产业的深厚传统。古代垄断盐铁，现代就是石油、烟草等行业。而婚姻上下游产业链在过去的20年是暴利中的暴利。趁着残存的婚姻乃人生大事的文化观念，10多年来，相亲婚姻成为了当代中国人为数不多的会消费、敢消费、拼上6个钱包也要超前消费的终极产业。甚至连房地产或者新三样这样的巨无霸，都是其附属的下游产业而已。明明必须外出打工，1年回不了几次老家，中国农村却为了孩子能够成功结婚，雨后春笋般长出了一簇簇的中式洋房。明明吃住都要在园区厂区，为了在结婚对象面前有面子，没有新能源座驾也是万万不可。房车既然要有，家电家具自然也要全部换新。这其中的天量税收、天量就业，是财政状况逐渐恶化的中国政府必须确保的摇钱树。
作为绝大部分中国人尚且无法避免的内需消费，婚姻的高度物质化已经和政府利益甚至社会能否稳定、体制能够维持彻底绑定了。摇钱树必须死保，于是严厉扫黄、严控网络、严厉打击 LGBT+， 同时也必须把婚姻廉价化仅仅停留在宣传上等等，都成了其中应有之义。要尽全力排除中国绝大多数人性欲、爱欲的其他宣泄口，现实或者虚拟的侧形眼不能分走哪怕一小块婚姻产业的蛋糕。所以你明白为什么结婚这么贵了吧？中式天价婚姻对婚姻财政是最优解。既然是一生也没几次的终极消费，那么除了要垄断、要排除竞争，还绝不能太便宜。维持人民群众刚刚好结得起婚，却又不留下太多的剩余资产，最好呢略微上一些杠杆，是婚姻财政的最优解。这个和中国的房地产发展模式互为因果。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对土地实行全面垄断，地方财政高度依赖房地产，房地产的可持续发展又依赖于人们持续买房。新人在结婚的时候购买住房，更可以维持房地产市场的旺盛需求。所以结婚必须买房的观念在21世纪以来更加根深蒂固，而婚姻廉价化的观念只能停留在宣传上。在房地产倾向于崩盘的当下，背负房贷重担的年轻夫妇们感情好得了才怪。而且婚姻这种商品跟房地产是不一样的，它包含了巨大的主观能动性，需要情绪价值和夫妻双方长期的不断付出。但是呢，中式婚姻过于高昂的一次性付出，很容易让人带着不良情绪和过高期待走进婚姻，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货不对版的失落感，甚至被骗感。千金难买爷高兴，再贵的价格也买不来他人一辈子从厅堂到卧室的情绪价值。物质化的婚姻带来对立和痛苦是一种必然。然而，由于公共讨论场域已经彻底处于规制之下，在政府不想管或者不能管的时候，人民根本无法找到渠道或者制定方案如何去管一管，甚至连自己动手管一管、移风易俗的想法也无从产生，根本没有这种习惯，只能将无边的失落感和不幸的家庭氛围向周围的人，尤其是年轻一代辐射。而这种不良情绪的辐射所产生的对异性的敌意，更进一步的拉低了婚姻市场的总供给，让人们更多的要求对方在婚前付出更多来弥补自己，于是更进一步的深陷于性别对立的恶性循环之中。从另一方面来说，根据中国婚姻法，婚姻是一种非常单纯的财产绑定关系。婚姻法既不惩罚婚外性行为，也不涉及非婚生子女，除了财产关系，别无他物。而前面所述婚姻的财政最优解带来的是婚姻的不良资产化。在走进婚姻的时候，一个家庭过去的绝大部分积蓄以及一大部分的未来的偿债能力都化为了门槛式的硬件，除了彩礼以外，都以车、房等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的形式失去了其流动性。然而，不动产和耐用消费品在当下的中国是不停贬值的，所以婚姻作为一种财产关系，实际上也是在不断折价的哦，并且还有可能带来债务。现代社会的根底是会计学上的数字，人们的情绪与资产负债表高度相关。中国当代的婚姻意图垄断基础的性需求与来自异性的情感满足，却把这些人类情感当作包裹不良资产鱼钩的鱼饵。中国当代青年在这种扭曲矛盾面前踌躇不前，自然而然就会将自己的恐惧与犹豫的处境描述为他人的阴谋。公共事务的社会性讨论在中国可行性几乎为零，指责异性就成为了最方便的选择。看到这里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以高彩礼为代表的结婚难、结婚贵问题始终得不到彻底的治理。似乎在这些问题上，一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当局不但不全能了，甚至不存在了。来自另一半的认可和渴求，在中式婚姻中不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甚至也不是必要条件。政府想要的只是婚姻，并不太在乎爱的有无。无论再怎么自夸宏观调控力，
长远规划、高瞻远瞩的移风易俗计划，带不来领导干部3年后的政绩升迁。新3样销售才能，来自另一半的认可与渴求，虽然大大提升了性和爱的质量，却一定会指向婚姻的低价化，甚至免费化。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未来潜在的对社会安定的促进与人口的再生产，并不构成缩小当下婚姻财政这一块大蛋糕的足够理由。更何况，爱、两性之间的互相认可与需要、资产阶级浪漫情节、封建主义才子佳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真的有很大的帮助吗？中国执政党作为列宁式政党，天然恐惧自发的浪漫主义。在其他社会，哪怕浪漫主义带来的是对家庭和权威的叛逆，浪漫主义的男女在叛逆过后，往往还是会寻求社会的认可，从而建立家庭，融入社会。这个过程是非意识形态化的。但是共产主义政党有自己的革命浪漫主义，革命浪漫主义要求一切以党为唯一核心，两个人的浪漫情节只不过是他们分别对党的爱的投射，这种爱必须是绝对的，不存在男女双方浪漫的反叛过后回归党组织这一说。所以党天然恐惧一切不指向自己的浪漫主义。爱情是盲目的，性激素的水平一上来，人就会有不管不顾的倾向。虽然人类性魅力的来源更加复杂，但是内核和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不是与金钱或者物质完全绑定的。一切都关于性，只有性关于 power。和一般意义上的权力不同，性的 power 可以非常的私人化与多样化。精神小伙染发、纹身、骑便驴炸街，从动物学的视角观察，当然是一种 power。亡命天涯的孤胆枪手与国家机器斗智斗勇，何尝没有 power？ 忧郁又苍白的诗人拖着病体，在广场上鼓足全身力气高呼反叛的诗句，在这勇气中 power 简直拉满，所以他们是不缺爱的。无数少女捧着鲜花向他们前赴后继。当局在80、90年代已经吃够了孤胆枪手与伟大诗歌的亏了。 power 无从控制，甚至无从定义。当今中国青年普遍教育水平高且失业率高，如果鼓励婚恋与金钱物质脱钩，放纵浪漫的洪流，谁也无法保证浪漫主义会从这些不缺吃穿却又精神苦闷的青年身上催化出什么东西来。2019年的香港催化了不知多少激情相拥的情侣，但这恐怕不是中国政府所乐见的。还是金钱好啊，均质单一可计算，一切都带着政权最喜欢的稳定与可操控性。人们从衣食住行到性到婚姻到家庭到孩子，全部都可以用一种抽象的资源符号调动起来，眼往一处看，劲往一处使。女性年轻时缺的那段与诗人和歌手的恋爱，由国产轻奢商品和饭圈经济来弥补，反正自然有男性为性买单。至于年轻男性啊，不是都已经开放了擦边短视频和直播经济给他们吗？还不够。也不是不能对见证性交易和像阿红这样的存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全社会最具生产力也最具破坏性的年轻男性群体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永远不够用的到处都需要的金钱，驱使着他们以最大的强度从事财富创造的活动。情有跟战，现在战也免了，然后人生大师会将这些财富一次性消费干净，为财政创造了最优的局面。至于年轻男性的怨气，那自有不接纳、不认可、不渴求他们的异性来承担。至于爱在哪里，一片萧条。从现行结构中得利的又是谁呢？男女对立，房间里的大象却每每隐身。看到这里，是不是太阴谋论了？觉得锅不能都往党和政府的头上扣？别紧张，不是说要钦定，没有任何这个意思。中国政府作为一个上千万人的组织，自然不是什么憋着一肚子坏水的人格化大反派。不如说，现在的婚姻家庭破产与爱萧条，不但不是中国当局的本意，反而是其所追求的意识形态和一贯政策失败之后，基层失能放任不管的结果。曾经的党和政府对于两性问题不但管的那是相当的服服帖帖。如果你想了解从榆林城女学生到8000湘女上天山的性专营与共产党两性政策演变的历史，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性萧条和爱萧条是共产党去意识形态化和管制政策失败的结果，如果你想听我们从形成原因更深刻地分析中国两性关系现状，请期待下集。中国人床上不行啊，老婆什么时候才能包分配？